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静静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让我跟陈浩联系嘛？哈，我们那么大家子人去医院挂号有什么用啊？啊，叫陈浩又快又省事嘛。妈，我都说过了，陈浩最近很忙了。忙有什么忙啊？忙不就打个电话联系联系啊？怎么说你爷爷也是他的岳祖父嘛，对吧？哎，你怎么了？啊，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惹他不开心的事？该不会被他扫地出门？不敢告诉我，所以拼命不让我跟他联系是吗？真的分了！哎呦，你怎么那么没福气呢？连个男人也看不住，我真是白养你了啊！哎呦，天生一辈子穷命。大嫂，咱们别在外面嚷嚷了啊，多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哎，连个男人都看不住，还有什么比这更丢人的事儿？大伯母，不然你们都先回去吧，我去放学。行，大人说话，小孩子少插嘴。哎，你到上海都学了点什么？不孝，你有没有把我这个妈放在眼里？我亲自给你找的好人家，就这样给你给毁了。别说了。哎呦，爸，你这两个这个白眼狼，那怎么搞的嘛？不给我找个好人家，我好不容易找个好人家了。哎，别说了，爷爷，你怎么了？医生，我爷爷怎么样了？别担心，病人的意识已经恢复了，血压也开始回稳，基本情况还算不错。我再去帮你们安排一下心电图、心脏超音波和血液的检查。那个，这个手续你们拿去办一下。谢谢啊。啊。谢谢。爸，你感觉好点了吗？现在到医院了，你放宽心啊。哟，爸，你这手怎么在抖啊？你还生气呀？别气了，那个身体是自己的啊，你们刚才都昏迷了。不对，我看爸不对劲，不是因为生气。爸，你听见我？刚才醒的时候还会喊话的呀。爷爷，你知道我是谁吗？爷爷，他在老家的时候就这样犯糊涂，有时候挺不清楚的。问他话呢，他也不说啊。最近他老跟我说他的手臂啊麻得厉害，所以我们才把他带到上海来，想好好检查一下。你们刚才怎么不跟医生说呀？医生只检查了爷爷的心脏。我赶紧去把医生叫回来啊！我估计啊，爸不舒服有好一阵子，只是怕麻烦我们，自己熬着，不跟我们说。爸，你不舒服早说呀！我还以为是被我一吼，您急怒攻心昏倒的呢。你别说了。
谢。心脏超音波、血液的检查都没有问题，脑部的 CT 也没有照出什么病变肿块的，患者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了。我现在呢就给病人开药，今天呢先挂水。如果要是更准确的话呢，你们可以转到专科门诊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检查了，还没有查出病因啊。很多病源呢就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能够确定。现在也只能先挂水等门诊了。帮你们看看啊。不过今天的内科门诊已经结束了，你们明天早点来吧。啊，明天还要再来挂号啊？医生，我爷爷现在这样，他根本就下不了床啊，不能先住院吗？是。这不行，在没有确定最后的病因之前，我们急诊室是不能安排病人住院的，好吧？这怎么办啊？你们在上海熟，想想办法吧。爷爷出现了。电话。哎，有电话呢。喂，双姨，你还睡觉呢？怎么了？我爷爷他来上海了，他生病了，现在在急诊室。啊？可是急诊室现在也查不出是什么病因。我现在手头也没有电脑，你能不能帮我上网查一查，有哪家医院比较好？就是心脏科还有脑科比较好的那种。行，没问题。不是，哎呦，你让我想想啊。哎，那你怎么不问封腾呢？那封腾多好使，你问他不顶100个网友啊？你问他肯定有办法。封腾现在在英国出差呢，而且现在的时差，他应该还在睡觉吧？我不想打扰他。哎呦，那怎么办呢？行，我现在我就给你查啊，我在网上给你查，就问问这种有没有。哎，可我跟你说，现在这种人可多了，我也不知道啥时候给你找到。反正我一找到，我给你打电话，行吗？啊，你别着急啊，双姨，谢谢你啊。行了，那这么着，挂了，拜拜。血压正常，放心吧。谢谢啊，不用谢。刘了，要不然今天晚上你带我爸妈还有大伯母，先哄我们休息吧，我们留下来照顾爷爷。哎，那怎么行啊？你们2个都要上班的，我来照顾吧，你们都回去。哎呀，就是啊，你们都是要上班的，别太累着了。要不我们先回去吧？那不行，不放心爸。妈，有叔叔他们在这儿，没事的，你放心吧。你就先到我那儿休息一晚，明天我再带你过来看爷爷。那个今晚就先辛苦你了。有事儿的话记得打电话啊。放心，走吧，走，回去，都回去。好好休息啊。爸，走了。现在应该是
伦敦早上7点，还没睡醒吧？那我打电话到饭店给他留言好了。Hello, this is Grand Hotel London. May I help you? I want to talk to Mr. Feng. 2501. Mr. Feng, may I ask your name and the purpose of your calling? Mr. Your Feng name and the purpose of your 是找 calling? 封腾的，对方是中国人，难道是珊珊 Hello, I guess this is a call for Mr. Feng, right? Just hand me phone. Yes, it's okay. I'm Mrs. Feng. Mrs. Feng? Yeah. No. 是 Mr. Feng. A man, not a woman. Hold on, please. Thank you. 喂，喂，珊珊啊，啊，我是丽叔。是丽叔。所以刚刚那个女的说 Mrs. 风是在叫丽叔，风太太。啊，你是找封腾吗？他跟郑琪出去开会了。丽叔为什么说自己是风太太呢？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他昨天晚上倒时差，工作到很晚。你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我可以转告他。哦，我没什么事儿，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那我晚点打他手机吧。喂，Thank you。珊珊，妈，你这地方看起来还是挺温馨的，吃啊住啊都挺方便的，这下我也放心了。哎，看你爷爷这个样子，我真是很有感触啊。人呢都是会老的，我跟你爸把你拉扯大，见你大学毕业，又在大上海找了工作，现在啊，我们只有一个心愿了，那就是希望你找个好人家，把自己给嫁了啊，这样我们就真的是别无所求喽。早起去照顾爷爷呢。好吧。这个刚煮好的，我用嘛。好。仔细想想，丽叔应该只是为了方便接电话才跟柜台这么说的。我其实不必那么担心跟生气，但此刻我心中真正难过的是，我跟我的家人连在上海就医都寸步难行。封腾和丽叔他们这样的人，却能在全世界畅行无阻。这样的差距，我真的能追得上吗？
Good evening, Mr. Fang, Mr. Chen. This morning, Mrs. Fang answered a phone call from China for you. It's from a young lady. Mrs. Feng， 李叔啊，有可能是珊珊吧？要不你给她回个电话。她要是会打我电话，没事儿，她肯定睡了。走。Thank you。珊珊，你在磨蹭什么呢？快点啊！我还赶到医院去看爷爷呢。想来给我回电话，不管我这有多晚。珊珊，珊珊，啊，来了来了。快点！妈，我去公司跟您去医院不同路，我去公司坐地铁，我给您钱，你打车直接去医院吧。啊，这是地址。哎，好好好，给你钱。啊，一路上小心啊！哦，知道了知道了。你快去上班吧，路上小心啊！拜拜。今天午休时间，应该能去看爷爷一下。喂，妈。珊珊，你快过来！急诊室医生说不让住了呀。啊！怎么回事？给我打了那么多电话。爷爷刚才突然不舒服，幸好医生赶来了。啊？那爷爷都这么严重了，不能给安排个病房吗？哎呀，医生说了，一定要等门诊的报告全部出来以后，才可以办入住手续。还要等门诊报告啊？人都这样了，还等什么门诊报告啊？没办法，只能等那个门诊报告，不然他们就要我们转院。你想想办法吧，啊！爸，你想想办法吧。怎么办？是该等门诊呢，还是该转院？万一检查还是找不到病因，还得再重新做别的检查。我到底该怎么办呢？转院也不知道应该转去哪家医院。万一连急诊的床位都没有了。我一直知道，这个世界生老病死，充满着各种无法预知的事情。但在我这么普通平凡的人生里，并没有太多机会能够体悟到这种六神无主的慌乱。可是当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才知道，竟然是这样如此的难受。薛珊珊，为什么你以前可以活得那么天真，那么无忧无虑呢？哎，那你怎么不问风腾呢？那风腾多好使，你问他不顶100个网友。珊珊，喂，好疼。薛珊珊，你在哪？
神外科主任医师李主任，这位是神内科主任医师柴主任。是这样，薛老先生的病情我们经过检查，发现薛老先生的脑部并没有产生这个血栓和这个病变。不过呢，他有些状况，我们呢给他做了颈动脉的超声检查，发现薛老先生的颈动脉过于狭窄，也就是说呢，输向脑部的血液就减少了，造成脑部的缺血，容易出现失语或者手脚麻痹等等现象。那该怎么办呢？因为老先生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我们不提倡使用传统的手术。我们是这样建议的是不是可以使用呢颈动脉支架脂肪术？这个呢不像传统的手术那样要开刀，它可以大大的减少中风和心脏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术后的住院时间也很短。医生，您说了这么多，我怎么一句话都听不明白啊？你们不要担心，这都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你们还算机警，发现的时间不算晚，再拖下去，老先生也有中风的危险。我们还是赶快手术吧。对，你们家属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妈，叔，既然都知道病因了，那就不要再多想了。好吧，那我们就听医生的，该手术就手术。医生啊，谢谢你，麻烦你了啊！谢谢医生。谢谢。谢谢。你说这浦东病房也太小了，既然都已经挂 VIP 病房了，那为什么大老板不给老先生安排一个 VIP 病房呢？既然决定动手术了，那自然是有病房了。大老板说了，找最好的医生住普通的病房，花钱对大老板来说有什么难的？这安排是要用心思的。看来珊珊在大老板心目中的地位非比一般呢。我懂了。哎，不是说今天早上出去走走的吗？封城昨晚把下午的会议挪到早上了，准备加快行程了，看能不能早点回去。为什么呀？是出什么事儿了吗？那就得问你了，封太太。我为什么要生气？因为珊珊打电话来，我用封太太的名义接。你知道我生气为什么还要那么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准备外出的时候，正好在柜台听到有人给你打电话，那我一听那个语气，英文就不太好。我是怕公司有什么急事，所以我就接了。公司有事的话不会打到这里来。哦。好吧，我一猜就知道是珊珊。那珊珊英文又不好，前台的人又不会说中文。如果我不自称是封太太的话，他们肯定不会让我接电话的。那你说他们要鸡同鸭讲到什么时候？他英语再差，他也是个大学生，他会听不懂吧？那你的意思就是，我是故意让珊珊误会的了？我现在问你。你们通了电话1整晚，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那是因为珊珊跟我说没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而且我想，你们晚上有可能已经通过电话了呀。珊珊跟你告状了，你相信了？
是前台说的，他们也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告知一下。对，你不是想让他误会，你是看不起他。我看不起他。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你教他化妆，帮他选衣服，其实在鄙视他的品味。你让他穿了一些根本就不适合他的衣服，他自己都察觉不出来，只会出糗。你提议来英国，他没有护照，英语不好。你是想让他感觉到他跟我们的生活差异有多大？恰恰这让所有人，包括他在内，觉得自己根本就配不上我。对，他是不配。我一直都不明白，他什么都没有做，凭什么跟你在一起？他没有样貌，没有学历，没有家庭背景，我就是不明白，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跟你在一起？你够了！我不能找女朋友从来不看这些。你从来都不看这些，那为什么？既然你什么都不在乎，为什么不是我？既然你什么都不在乎，为什么不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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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那个大老板是不是快回国了呀？航班订好了吗？听琳达说，应该等伦敦会议结束以后就可以确定时间了。哦，哎，那能不能麻烦你，去接老板的时候，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啊？当然可以了，大老板一定会很开心的。行，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嗯，好，谢谢你啊。没事没事。小张要走了。小三，哎，不用了，徐太太，我自己下去就行了。徐太太，如果你有什么需求的话，让徐小姐给我打电话，我啊，明天还会再来的。行，那我就先走了。再见。好，再见。谢谢小张。哎，没事。再见。好。这个小张，挺体贴的，真的蛮体贴的。哎，珊珊，小张这么大本事啊，一通电话也就有病房了啊？不是的，是琳达，就是刚才那个女生，她是大老板的秘书，这些都是她安排的。哦，难怪，秘书必须替大老板张罗的，自然有的是人脉。哎呦，珊珊，你有这样的朋友，干嘛不早说呀？你看把爷爷给折腾的。哎，珊珊，那个小张在单位里是做什么的？他是大老板的司机啊。司机？哎呦，司机怎么了？我们家珊珊不也是个小助理吗？哎呀，大伯，你们在说什么呢？我们真的只是同事。走了。同事？哎，不像，太爷爷了，蛮好的，真的蛮好的，同事。那么大的事儿，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呀？还是琳达告诉我的。我哥虽然出差了，但我在上海呀，我不是可以帮忙吗？珊珊，这位是……哦，你好，您就是珊珊爸爸吧？哦，我是风月，珊珊的朋友。哪一位是薛太太呀？这里有2位薛太太，她是珊珊的妈妈，我是珊珊的大伯母。你们好，凤小姐，坐一会儿吧。不用了。哎呀，珊珊啊，我看这儿挺挤的，要不然我安排一个单间，让薛老先生住进去，也清静一点。哎呀，不用了，我爷爷能有个床位得到治疗，我们就放心了。还有医生说很快就会好的，就不用麻烦了。要不然安排一个24小时的看护吧。你说薛爸薛妈都上年纪了，
轮流让他们照顾总是不合适的。冯小姐不用了，那个我们这一次来呢，就是特意带老爷子来看病的，也没啥地方去，大伙儿轮流照顾的，没事的啊。大伙儿，你们家里人都来了，那住哪儿呀？就住我那儿啊。你那儿啊？你那儿怎么住得下？大家都要打地铺吧？这样不行，我来想个办法啊。哎，正巧我附近有一间房子还空着呢，反正也没人住，我叫人打扫出来。今天晚上你们一家人就住我那儿啊。真的不用了，我爸妈他们就待几天而已。这怎么行？你听我的，就不要操心了啊。喂，小蒋，你把我淮海路那套房子打扫出来，动作快点啊！今天晚上有客人过去住几天。小蒋，怎么风月的房东也是小蒋？真巧。好，搞定了，大家今天晚上就搬过去吧。好。那谢谢你啊。谢谢你啊，风月小姐。不要客气，不要担心了啊。请进。进来。薛小姐。这是封小姐交代的钥匙。里面3个房间我都已经整理好了，你们先休息吧，明天我再过来打扫卫生。好，谢谢阿姨啊。不客气，我先走了。我今天心到什么事儿了？是，你看，有游轮啊！真没看到这么高的地方啊！空气好清新呀！珊珊，你哪认识的这么厉害的朋友啊？就是同事。同事？同事会这么帮忙？那个封小姐也是同事？封小姐她不是同事。不是？那你怎么会认识有这种房子的朋友呢？珊珊你同事叫风月吧？姓封，那不会跟你们大老板有什么关系吧？大伯母这方面的嗅觉还真是敏锐呀。那个封小姐她是大老板的妹妹。妹妹，亲妹妹啊？珊珊，你们公司上上下下也有几千人了吧？那大老板的亲妹妹，干嘛对你这么好啊？有什么企图吗？阿妹没有什么企图，妈，是因为，去年枫叶剖腹产，我给她献的血。妈，枫叶跟我一样，都是 AB 型 RH 阴性血型。哦，这样啊。哎呦，我说呢。人家干嘛对咱们这么好？原来如此啊！珊珊啊，封小姐和你的同事呢都是好人，你可要好好的谢谢人家啊！妈，我知道了。那个不早了，您跟大伯母赶紧收拾一下，早点休息吧。对。哎呦，这么多房间，我该住哪间呢？调一下，调一下。不知道风彤现在开完会了没有？
珊珊啊，你是找封腾吗？他跟郑琪出去开会了。谢谢你，爷爷好多了。睡了吗？我刚到家，待会儿就睡了。还好吗？好啊，医生也来看过了，我爷爷下午就已经退烧了。那就好。珊珊，李叔是因为怕前台听不懂中文，为了接电话，所以才那么说的。你不要放在心上。我知道的，我没放在心上，我也想到了。哎，你可千万别跟丽叔起争执啊！谢谢。是我应该谢你才对。谢谢你，在我最窘迫的时候，给予我最好的帮助，让我觉得拥有你真的是一件很美好、很美好的事情。我一样。我现在好想你。小兰，你该睡觉了，早点休息吧。你也是。晚安。Sometimes you wonder, what if you could rewrite the moment? Sometimes I figure, there's another lacking in perfection. Sometimes you've been hurt, then you learn to think about and feel more. Sometimes you've been bored with the life through hate. Always be amazed, always take a risk, always keep the pace in a lifetime game. 1, 2, 3, 4, 5.
去。反正你要是不收呢，我就不走；你要再不收的话，他们就会逼着我跟你求婚喽。Take the flower. One, two, three, four, 出来玩嘛，就应该像现在这样，开开心心的，把所有的不开心的、悲伤的、难过的事情全部甩开，就容易发现一些开心美好的事物。说得对，谈恋爱呢是应该开开心心的。你说整天追着什么我爱你，你爱我，穷追猛打，一点意思都没有。这样就对了嘛。怎么样，放弃了？我能说不放弃吗？追了大半个地球才明白，你说喜欢这种事情啊，是努力不来的。你说我努力了12年，努力的追求，我努力到连自己当初的那种单纯和天真都放弃了，那到头来呢，人家喜欢的就是这种单纯天真。很多人说啊，两个人在一起了，爱情才是结果。但是在我看来就不是。我觉得，爱情最终的结果，那就是不在一起。不在一起？你看啊，不管是一开始就没在一起的，还是在一起了又分手了，或者是结婚了又离婚了，甚至到老了要面对生离死别，最终的结果都是分开。所以说，我觉得爱情时间的长短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追求爱情时的改变和成长。你这种观点，我是该说你悲观，还是该说你豁达呀？应该说我敢面对现实。啊，你说啊，其实你看啊，不管你有没有跟封腾在一起，但是你在很努力的成全这段感情了。在这个成全的过程中，你变得更美丽、更知性、更大方、更漂亮了，这样就够了。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一投入就害怕失去。如果开始是为了别离，注定这是没有结局的结局。明知道和你没有输赢，可想你还是禁不自己，心疼的告诉自己，该忘记这样的关系，还想你总是身不由己，明知自己骗自己。